女人一觉醒来，发现身边躺着一个少年。作为一个30岁的单身女白领，森川从没想过自己会带一个16岁的少年回家。事情得从前一天说起。30岁生日那天，森川在家门口看到一个坐在长椅上的少年。会感冒哦。等他醒来，已经是第二天清晨。脑子一片空白的他只能先去上班。作为现代社会的独立女性，森川在同事眼里一直是工作狂，除了工作好像一无是处。领导知道她没啥私生活，还总把别人的工作推给她。就是这么一个无趣的女人，居然带了个少年回家。下班路上，森川突然想起家里还有个少年，赶紧跑回了家。真是张精致的脸，我叫英莎，你姐姐让我来的。什么？我昨晚就说过了，我马上要上高中了。等等，完全没懂。原来小莎是森川姐姐第3任丈夫的孩子，因为姐姐的新丈夫被调到美国，他们打算一起搬走，但小莎不想离开日本，森川姐姐就把她安排到了妹妹家。得知这一切的森川顿时头大，自己一个30岁的单身白领，怎么照顾一个16岁的少年呢？一旁的小莎听到2人的电话，知道自己有点多余，拿起东西就想离开，但森川心软了，你先暂时留在这儿吧，之后的事之后再说吧，总会有办法的。就这样，30岁的单身女白领和16岁的高中少年开始了同居生活。2人一起逛街买东西，在家一起做饭吃。一直一个人生活的森川，因为小莎的出现，生活突然有了很多变化。然而就在这一天，回到家的森川发现小莎不见了，他像疯了一样出门寻找，但没找到，只能先回家。正当他以为小莎不会再回来时，却听到开门声。森川作为一个现代独立女性，一直有自己的生活习惯，但突然出现的少年让她整个人都变得不一样了。朋友们都以为她谈恋爱了，却不知道她在家养了个像猫一样的少年。周末2人约好一起看电影，没想到刚出门，森川就接到同事的电话，他只能先去公司。他向小莎保证晚上7点到家，但最后还是迟到了。想起这些年，自己总是忙工作，忽略了身边的人。正当他要过马路时，看到路对面的小莎，森川走到小莎面前道歉，但小莎却不在意。他知道森川不是故意的，带着他来到河边观赏穿萤。森川突然想起，这不就是小莎画中的场景吗？风沙不如你，在这里继续画那幅画吧，只要你在画画，我就觉得一个人也没关系。看着眼前的少年，森川心里突然很疼，一个人孤零零的，如果我放手，好像他就会消失一样。自从小莎住进森川的公寓，他就喜欢上待在他身边的感觉。你在干什么？素描。想起父亲对自己画画的不认可，他心里很烦，而森川的支持又让他暗自高兴。他就像只猫，时而黏着森川，时而因为小事对他发脾气，而森川则像铲屎官，对这个少年又爱又恨。来到学校的小莎跟同学聊起画画的事，大家都喜欢画画，但同样不被认可。我父亲对画画也没兴趣，他觉得画画没用。现在和我住的人算是我亲戚，有这样一个理解你的人在身边，真是太好了。另一边，森川因为工作原因，最近常常晚回家。虽然他提前把饭做好放进了冰箱，但小莎还是觉得特别孤单。今晚你家里人又很晚回来吗？出来玩吧。而森川因为太累，终于病倒了，长期加班让他撑不住了，好在有小莎的照顾，他才慢慢康复。2人约好周末一起看烟花。就在欣赏烟花的时候，森川收到姐姐的信息，说要接小莎去美国。那一刻，森川眼里满是不舍，但为了不让小莎难过，他把这事瞒了下来。可没过多久，森川的姐姐就找上门来，姐妹俩吵了起来。小莎才知道父亲要接她去美国的事。为了缓解小莎的失落，森川决定在她离开前带她出去好好玩一玩。他们去了神社，吃了路边小吃，最后来到海边。2人偷偷看着对方，心里有万般不舍，却不知道该说什么。离别的那天，小莎看着手里的钥匙，想起和森川一起度过的日子，她下定决心要留下来，于是拼命往回跑，追上了森川，当着他的面给继母打电话，说要留下来。回家后，小莎给父亲打了电话，2人约法3章。父亲同意他留下，为了不给森川添麻烦，小莎向同学学做菜包肉，结果失败了，但森川安慰他做得不错，回家能有饭吃，我很开心。在帮小莎收拾衣物时，森川发现姐姐寄来的衣服有点少，于是给了她一些零用钱，让她自己去买合适的衣服。在逛商店时，小莎看中了一条手链，买了下来，回去就送给了森川。这一刻，森川想起了好友的调侃，和高中生一起住，要是他对你有别的想法呢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16岁的少年对30岁的女白领心生好感，却又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情感。森川和好友清香在校园文化祭这天来到了小莎的学校，他们遇到了陆木老师。清香知道2人是高中同学后，就故意撮合他们。
这让森川特别尴尬。你真是的，抱歉，职业病。森川找到小沙后，两人一起逛校园，在玩猜谜游戏时，两人的手指不小心碰了一下，每次都会让对方心跳加速。在气球海里找对方时，那种感觉就像一眼万年。在寻找最后的宝物环节，森川拉起小沙的手，说身边的人就是自己的宝物，恭喜你们通关了。隔天，小沙在放学路上遇到一个女孩，能和我去约会吗？不知所措的小沙答应了。回去后，他把这事告诉了森川，本以为他会反对，没想到森川却帮他搭配了穿搭。约会时，女孩热情主动，小沙却很冷淡。约会结束后，女孩向小沙表白，但他拒绝了。回去的路上，小沙看到陆木和森川在一起，心里不由得有点嫉妒。第二天上学时，小沙跟好友说自己喜欢森川，好友严肃地劝他，千万别把这事说出去，不然可能会给森川添麻烦。小沙这才明白，父亲之前说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。如果你跟他发生什么，我就立刻解除同居。原来如此，小沙绝对不想解除同居，更不想给森川带来麻烦，所以他决定把对森川的感情都藏起来。因为高考志愿的事，小沙的父亲回到了日本，父子俩坦诚地谈了一次。小沙的父亲原本不同意他报考美术学校，但在森川的劝说下，最终接受了儿子的选择。这天，两人逛街时，遇到了之前和小沙约会的女孩，女孩开心地主动打招呼。森川见状，赶紧走到一边排队，给他们留出单独说话的机会。女孩再次向小沙表白，小沙却说他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看着女孩失望离开，不远处的森川急忙追了上去。当女孩说希望森川能感受小沙的情感时，他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回应。虽然两人早就互有好感，但作为成年人的森川还是更理智一些。时间过得飞快，小沙通过了美术考试，高中毕业后就要去上大学了，这让森川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。他跟朋友清香倾诉烦恼，我和他差了14岁，我也没那么年轻，不可能一直等下去，而且我也不想影响小沙的未来，这样就挺好。分别前夕，两人又来到了海边，在那里留下了美好的回忆。那一刻，两人都想让对方知道自己的心意，但都没说出口，怕对方为难。随着小沙的离开，回到家的森川忍不住失声痛哭，好像失去了最珍贵的东西。时光飞逝，一晃4年过去了，森川收到小沙毕业回来的消息，正当他满心期待的时候，对方却失约了，这让他特别难过。就在他打算彻底放下这段感情的时候，当他把手链丢在桥上的时候，小沙终于赶了回来。他抓住马上要掉的手链，追上了森川，第一次向他表白，我想在你身边见证你的每一个瞬间，我真的可以吗？以后你会进入社会，遇到很多人，你的想法也会变，但我会一直喜欢你。猫少年到这就结束了，祝观众老爷们新年快乐，咱们下部剧再见。34岁的单身女白领，在交友软件上好不容易找到个男朋友，却因提出结婚被对方抛弃，理由是对方找到了条件更好的人。自此，她对爱情不再抱有期待。公司系统部新来了个26岁的小帅哥，成为众多女生的追求目标，连她那已婚闺蜜桂子都对他心动，唯有她不屑一顾。因为他们的第一次见面，青岛误将她当作痴女，让她无语。某天，她正打算下班后小酌一杯，却接到朋友婚礼的邀请，要求她务必带上男友出席。她犯了难，不知如何是好。这时，青岛突然出现，看着眼前帅气的青岛，她突然有个大胆的想法，鬼使神差地请求他假扮男友。这一幕惊呆了青岛，他连忙解释，只需在婚礼时扮演情侣，他会支付费用。没想到青岛竟同意了，但要求他也做他的挡箭牌，帮挡公司里粘人的女生。协议达成，他却不想被青岛主导，特意打扮了一番。然而平时不穿高跟鞋的他还没来得及抱怨，就在电梯里被青岛调侃。为了不让自己沦陷，他以听讲座为由，拒绝了青岛的约会提议。本以为成功躲过，没想到青岛也出现在讲座现场，之后带他去了商店，说是为婚礼做准备。很快到了婚礼那天，他以为青岛会放他鸽子，但他准时出现，成为焦点。当众人得知青岛是他的男友，都为他感到开心。然而只有他知道，这一切都是短暂而虚假的。过了今天，两人将不再有关系。婚礼结束后，两人即将分道扬镳，他才发现脚被高跟鞋磨破，艰难行走时，青岛追上来，扶他到长椅上，买来拖鞋，还贴心地贴上创可贴。回到家，他想起青岛的温柔，
内心涌起复杂情感。第二天上班，她化了美美的妆，连闺蜜都看出她心情不错，但她却死鸭子嘴硬。为了善后工作，她加班到很晚，差点错过生日。这时青岛出现，帮她解决电脑问题，还在整点送上生日祝福。自那以后，她开始下意识躲避青岛，哪怕送文件都要小心翼翼。然而身处同一家公司，又岂是想躲就能躲掉的？她刚送完文件准备回部门，就撞上了青岛。为了理清两人关系，她提出结束之前的约定，但青岛不同意。他认为公开交往几天就分手，会让大家觉得他轻浮。况且像他这样有意思的女朋友，他不想轻易放手。面对青岛的反扑，他很是烦恼。恰逢公司开启3天连假，同事们好奇他的假期安排。自从大家知道他和青岛交往，便对他刮目相看，鼓气猜测他们会一起出去玩。他也顺势说一切都听青岛安排。然而现实是，他在家里宅了3天，不是睡觉打扫卫生，就是追剧擦眼泪。直到假期结束，他才意识到自己连门都没出过。为了给假期画上句号，他决定出门小酌一杯。没想到再次遇见青岛，他问起他假期过得如何。好面子的他开启吹牛模式，可说着说着便自己露了馅。青岛突然觉得今天能见到他真是太好了。吃完饭后，青岛提出续摊，带他去了自己的秘密场所。两人借着都市夜景畅饮，直到他喝多了，青岛才送他回家。就在他准备离开时，他突然一个后仰，青岛及时护住了他，两人间的气氛瞬间焦灼。他想要起身，却被青岛按回地上。对于青岛的调戏，他既松了一口气，又有点失落。他怕自己真的会喜欢上这个年下26岁的小奶狗。于是第二天上班送东西时，他又开始下意识地躲避青岛。青岛看出他的尴尬，主动上前搭话。古奇见状则露出了一副笑。吃饭时，古奇感叹青岛变了，居然也有对女性那么温柔的一面。青岛这才后知后觉地发现，自己对他的态度的确异于常人。隔天，他看到他一个人累死累活地分发公司礼品，于是主动过来帮忙。事后，他让他不要什么事情都自己扛，偶尔依赖一下别人也是不错的选择。他生怕自己会彻底沦陷，于是借口先行离去。回到家的青岛很是郁闷，为了确认他是否对自己有感觉，他假装生病将他骗到了自己家。面对青岛的戏弄，他提出两人以后不再联络。青岛见状立马慌了神，他从身后抱住他，将自己的真实心意告诉了对方。35岁单身女白领被26岁小奶狗表白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？闺蜜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脱单机会，但她觉得对方一定是在戏弄自己。她的情感之路已经遭遇过太多波折，不想再经历大风大浪。而青岛自从表白过后也陷入了迷惘，继母们觉得一定是他不够诚恳，被人家当成了戏言。第二天上班，两人在电梯中再次相遇。就在他以为对方会再次牵他的手时，没想到青岛什么都没做。等电梯里的人走光后，青岛为自己之前的行为向他道了歉，并表示愿意停止之前的协议。就在他失落之际，青岛再次反身，他告诉雪乃，自己提出要交往的事并不是玩笑。然而年龄的差距还是让他望而却步。公司为了推广新产品，安排总务部的人员去外地进行促销活动，古奇则趁机邀请青岛一同前往，为了给两人制造独处机会。活动结束后，古奇自顾自地先行离去。青岛试探性地询问雪乃是否同行，结果却被告知他在这里预定了温泉旅店。如此好的机会怎能错过？青岛趁机留下一同住宿。晚上泡完温泉后，青岛再次进行了表白。就在气氛逐渐变得焦灼，两人即将上演少儿不宜的时候，雪乃却再次打了退堂鼓，只因他今天穿的是有5年历史的棉内裤。这一下差点把青岛搞抑郁了。回到公司后，雪乃将此事告诉了闺蜜，这让贵子很是无语。那种时候谁会在意她的内裤？而青岛在遭遇滑铁卢后也是一蹶不振。为了搞清楚原因，他约雪乃去之前常去的小酒馆，然而对方却因为工作原因迟到。等雪乃赶到小酒馆的时候，青岛已经离去。随着天空开始下起小雨，雪乃感叹自己果然不适合谈恋爱，连老天都故意刁难。就在他失落回家的时候，却被突然出现的青岛再次叫住。
原来对方并没有因为雪乃迟到而觉得难过，反而在等待的过程中越发的想和雪乃在一起了。于是特意出门寻找，现在终于找到了。他迫切的想知道雪乃的心意，想着两人间的点点滴滴，雪乃决定跨过年龄那道鸿沟，终于接受了青岛的告白。拥有一个粘人的小奶狗男友是种什么样的体验？35岁单身女白领好不容易找到真爱，却因对方天天黏着自己产生一种疲累感。闺蜜说她身在福中不知福，别人因为见面少而吵架，雪乃却为一直在一起而感到困扰。就在她犹豫该如何开口告诉青岛想要自由时间的时候，前男友藤原突然出现。对方因为工作暂时调来这里进行项目开发，故人相见自然少不了一顿寒暄。两人刚聊完，雪乃便收到了青岛的加班信息，这让想要独处的雪乃顿时松了一口气。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，就在他打算享受一个人的时光时，门铃突然响起。看着眼前的粘人小奶狗，雪乃露出了意外表情，这让青岛很不舒服。自觉不受待见的他丢下买来的东西，转身便离开了雪乃家。继母觉得雪乃之所以会那样，是因为他没有完全适应这段感情，突然改变的生活方式更是给他造成了困扰。听了继母的话，青岛决定暂时不去雪乃家。结果在下班的时候，却意外看见雪乃和藤原在一起的场景，这让本就不开心的青岛更加不开心了。而雪乃在聚餐时也讲述了自己和青岛间发生的不愉快。藤原语重心长地劝解雪乃，指出问题若不及时解决，这段感情恐将提前落幕。雪乃独自回到家中，反复回味着近期的种种经历，最终下定决心要主动约见青岛。为了表达自己的歉意，雪乃精心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，还特意换上了一件性感的睡衣。面对如此用心良苦的女友，青岛深受感动。哪个男人能抵挡住这样的诱惑呢？青岛表示，他只希望雪乃在他身边能够更加放松，不要将所有的事情都藏在心里。周末的晚上，青岛特意将雪乃带去见了他的家长。看着眼前这两位和蔼的继母，雪乃虽然有些意外，但内心感到非常高兴。而两位继母的热情态度更是让雪乃如沐春风。然而就在大家相谈甚欢之际，青岛突然说出了一句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震惊的话：他目前完全没有结婚的打算。回到家后，雪乃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，她开始做噩梦，梦见青岛在玩弄了她的感情之后，无情地提出了分手。这让雪乃开始下意识地想要躲避青岛。虽然她非常在意青岛所说的那句不想结婚的话，但却无论如何也开不了口。当藤原得知此事后，他主动找到青岛，将雪乃心中的烦恼和不安告诉了对方。面对雪乃因为年龄原因而产生的自卑情绪，青岛第一次深刻地意识到，年龄差距确实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，这让他对雪乃的不自信感到有些失望。为了追回离去的青岛，雪乃顾不上换鞋，匆匆出门寻找，结果在半路上摔倒了。当他以为自己真的要失去青岛的时候，青岛却又走了回来。看着没有离开的恋人，雪乃起身将他紧紧抱住。就在两人互相表达着彼此的情感，畅想着美好的未来的时候，青岛的生母突然出现，妄图拆散他们。然而刚刚经历了差点失去男友的雪乃，又怎么可能仅凭对方的三言两语就轻易放弃自己的小奶狗呢？面对青岛母亲的威胁和逼迫，雪乃虽然没有直接同意分手，但却将这件事深深地记在了心里。青岛看到雪乃心情不好，以为对方是在烦恼同居的事情，于是温柔地告诉雪乃，虽然他自己很想立马就住到一起，但选择权完全在雪乃手里，不用现在考虑也没关系。为了放松心情，两人周末约会去了游乐园。好不容易度过了欢乐的一天，结果却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。好在青岛立马进行了解释，雪乃这才放下心来，差点以为自己就这样被甩了。时光如同白驹过隙，2周很快便过去了。闺蜜劝雪乃赶紧去见青岛，没想到却被青岛母亲捷足先登。青岛本不予理会，没想到母亲却突然提到了雪乃。得知她不仅私下找过雪乃，还让两人分手后，青岛瞬间不淡定了。他之前说不想结婚，就是因为不想让雪乃卷入自己的问题家庭，现如今母亲竟主动将雪乃扯了进来，这打破了青岛的底线。为了和雪乃继续走下去，他决定不再和母亲见面。
来到雪乃家后，青岛先是紧紧地抱住了雪乃，表达了自己这段时间对她的思念之情。接着他又将自己和母亲之间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雪乃。得知男友为了自己要和母亲断绝关系，雪乃并没有感到高兴。她告诉青岛不需要急着做决定。第二天，雪乃鼓起勇气找到了青岛的母亲。她先是聊起自己对青岛的深厚感情，接着又诚恳地说，她和青岛的母亲一样，都非常重视青岛，所以不应该逼迫对方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。另一边的青岛也在反省自己的行为，觉得自己总是让雪乃不开心。为了讨女友欢心，他在经过商店时特意挑选了一件精美的礼物。然而就在他前往雪乃家的途中，却意外遇到了车祸。收到消息的雪乃马不停蹄地赶到医院，看着躺在病床上的青岛，雪乃不由得吐露了自己的心声。殊不知对方其实并没有昏迷。听完心里话的青岛也不再装下去了，起身便向雪乃深情地进行了求婚。就在场面一片温馨和谐的时候，雪乃突然看到站在病房外的青岛母亲，她连忙出门将其请了进来。在雪乃的悉心调解和努力下，母子二人终于和好如初。很快，雪乃便和青岛步入了婚姻的殿堂，从此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。青岛君是坏心眼，这部剧就到此结束了，咱们下部剧再见了。一次不经意的调情，让古灵精怪的女生爱上了别扭的男生。在感情和理智之间，在心里燃起的爱火和羞于表达的倔强里，一步步走向了爱情的修罗场。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这部都市虐恋《Liar》。男主阿川是富二代，靠爸爸的关系进了大公司，日子过得挺潇洒。虽然他长得帅，很招女生喜欢，但他从来不知道啥叫真正的喜欢。在他眼里，恋爱就是短暂的热乎劲儿，婚姻更是利益交换。这天，他遇到了部门新来的女同事小莎，他还不知道自己的想法马上就要因为这个女孩彻底变了。小莎刚进公司，就凭着可爱的模样和热情的性格，成了公司的焦点。她对别人的追求都不在乎，一进公司就盯上了同部门的帅哥上条。她性格直爽，喜欢主动出击，经常对上条嘘寒问暖，可惜对方根本没反应。有意思的是，小莎为了掩饰自己的区别对待，小莎总是敷衍的顺带关心一下阿川。隔天，阿川中了彩票，邀请全部门同事吃饭。小莎一听上条会来，毫不犹豫就答应了。结果聚餐时听说上条来不了，小莎的热情一下就没了，对谁都不搭理。这种变脸技能让一向受欢迎的阿川很挫败。在男人那奇怪的好胜心驱使下，他动了拿下小莎的念头。聚会结束后，小莎礼貌地给阿川发了感谢短信。阿川趁机用惯用的情话向小莎出击。这条意外的短信让小莎有点不知所措，迟迟没回应。接下来的日子，阿川不断向小莎放电。原本一心追上条的小莎被阿川搅得心烦意乱，根本顾不上追上条了。因为分不清阿川是真心还是在逗他，小莎只能保持冷漠。正好今天和他谈业务的大公司千金小田情绪也很低落，阿川索性放下公事，打听起他的事。得知小田刚失恋，阿川觉得这是拉近两家关系的好机会，便展开温柔攻势，提出了交往。阿川回到公司，立刻把恋情分享给小莎，满心想着看他失落懊悔。没想到小莎完全不在意，让阿川心里很不舒服。其实小莎只是装出一副不在乎的样子，心里早就翻江倒海了。她努力不想阿川的恋爱，但越想越觉得不甘心，冲动之下给阿川发了告白短信。下一秒，小莎就后悔了。收到阿川的拒绝，她心里又莫名有点沮丧。就在小莎被阿川搅得心烦意乱时，最近被他抛到脑后的上条因为婚外情曝光选择了离职。临走前，他特意邀请一直照顾他的小莎吃饭告别。比起上条的丑闻，小莎更意外的是，知道他要走，自己居然这么平静。两人一起出门时，正好撞见阿川和女友小田在约会。虽然两拨人只是简单打了个照面就分开，但小莎和上条在一起的画面还是让阿川心里乱了。晚上阿川和小田分开后，急不可耐地给小莎打电话，确认他和上条的关系。得知只是误会，阿川才松了口气，有些调侃地问小莎是不是还喜欢他。小莎被问得心里发虚，简单承认后就匆忙挂了电话。没想到刚挂断，阿川就发短信说要来找他。小莎理智上告诉自己不能和他过多纠缠，但身体却很诚实，开始收拾屋子整理妆容。当阿川看到小莎害羞又可爱的样子时，心跳快得像要蹦出来，情不自禁地吻住了小莎。这还是他第一次感受到这么强烈的感情，第一次这么想和一个人在一起。为了能光明正大的和小莎在一起，阿川决定和小田分手，急匆匆的就走了。阿川没想到分手没那么简单，小田经历了上次失败的恋爱，完全把阿川当成了精神支柱，死活不肯分开。
无奈之下，阿川只能再找机会。尽管分手没成功，阿川还是忍不住想见小沙，又来到了他家。阿川本想在处理好和小田的关系前，尽量克制自己，但一看到小沙迷人的样子，仅剩的理智瞬间没了，只能任由自己和小沙亲密。接下来的日子，阿川一直想和小田分开，但一提到分手，小田就哭闹、摔东西。阿川心里清楚，对方的精神失控，都是因为自己当初不负责任的开始这段关系，怎么也狠不下心来做出断。一向不向人倾诉的阿川，选择把眼下的困境藏在心里，这让小沙误以为自己只是阿川和小田感情里的调味剂。每当阿川向他索爱，他又忍不住沉沦在缠绵里，幻想着他有一天会为了他和小田分手。就这样，两人维持着这种暧昧不清的关系过了1年，一直得不到承诺的小沙渐渐心灰意冷，减少了和阿川的来往。小田那边经过1年的拉扯，终于厌倦了阿川的冷落，选择放手。阿川还没来得及把这消息告诉小沙，就收到了他的告别短信。小沙打算换个环境重新开始，彻底结束这段纠缠。在阿川看来，感情里付出多的那方肯定伤得最深，他不愿主动挽留，天真的以为小沙会回来，结果这份骄傲让他尝到了苦果。这次和小沙分开一晃就是4年，即使分开很久，冥冥中好像还有一条看不见的线牵着他们。这天，小沙意外得知公司要被并购，他可能要失业了。就在他打算另谋出路时，前公司领导听说了这事，决定趁机把能力强又好看的他挖回去。小沙以为4年过去了，自己不会再因阿川心动，就接受了邀请。没想到回到公司后的第一项任务，就是和阿川一起出差。阔别4年，重新和旧情人近距离接触，突然加速的心跳让小沙意识到，他从未忘记对阿川的感情。当他从醉酒的同事口中听说阿川现在是单身，小沙心里冒出想和他重归于好的念头。其实想复合的不只是小沙，阿川也想借这次重逢挽回失去的爱情。他不确定小沙是不是也这么想，在入住酒店时试探着邀请他去自己房间。见小沙没反应，阿川怕自己想多了，就打趣说只是开玩笑，然后回了房间。他不知道的是，小沙心里已经因为这句话又掀起了波澜。小沙知道阿川是在开玩笑，但又有点怀疑他是不是借玩笑说真心话，整夜琢磨着阿川的意思，一直睡不着。第二天，阿川发现小沙一直没精打采，忍不住在下班回房间时关心他为啥这么累。这时，小沙看着近在咫尺的阿川，脑子一片空白，把自己对阿川为啥没坚持邀请的猜疑说了出来。这下阿川再也忍不住4年来对他的思念，毫不犹豫地把他拉进房间，用一个霸道的吻堵住了他想求证的嘴，用这种蛮不讲理的方式表达自己憋了4年的感情。温存过后，小沙感受着阿川在他发间轻柔的手，心里的疑惑渐渐没了，过去的曲折和遗憾都成了此刻甜蜜的背景。可惜这份幸福感没持续太久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小沙发现阿川还是像从前一样，闭口不谈承诺，怀疑他只想和自己来一场短暂的感情。其实阿川只是性格别扭，不擅长表达。明明喜欢小沙，喜欢的不行。他不希望小沙和其他男人单独相处，但这些心思到嘴边，总是变成些口是心非的话。结果他的心意常被小沙误解。就像今天小沙被领导留下来加班，阿川主动说要陪他。工作结束后，领导提议请吃饭，阿川直接拒绝，转身就走，还盼着小沙能跟出来。看到小沙为了照顾他的感受拒绝领导，阿川心里其实挺开心的，但嘴上却故意问他为啥不和领导单独吃饭。情绪上头的小沙眼泪汪汪的反问阿川到底有没有喜欢过他。阿川意识到自己太幼稚，把事情搞砸了，也不顾之前的什么原则，直接承认自己喜欢小沙。虽然说这种情话对他来说还是有点别扭，但他愿意主动表达的态度成功逗笑了小沙。好景不长，两人的感情刚步入正轨，麻烦就接踵而至。最近公司来了个漂亮的新同事，叫小松。奇怪的是，他明明知道阿川和小沙在一起，还总是对阿川献殷勤，即使总被拒绝也毫不放弃。就在这时，阿川的爸爸川爸不知从哪听说了阿川的感情事，觉得是家境普通的小沙搅黄了阿川和小田的婚事，破坏了两家的联姻计划。川爸找到小沙，逼他和阿川分开。在川爸咄咄逼人的话语里，小沙逐渐意识到他和阿川之间有道难以跨越的鸿沟。犹豫再三，他决定忍痛放手，放弃这段不被祝福的爱情。小沙想着最后一次感受男友的温暖，一到阿川家就主动要拥抱，想把两人灵魂交融的瞬间刻进心里。隔天，阿川拿出准备已久的戒指求婚，他多想激动地说我愿意，但想起川爸的警告，只能痛苦地拒绝，强忍不舍离开了阿川家。小沙的离开给阿川带来巨大打击，他怎么也想不到，正当两人的感情渐入佳境时，女友却突然离开。两人之间的异常被同事小松注意到了，他其实是川爸的人。为了确定两人分开，开始悄悄盯着小沙。另一边，小沙和阿川分开后频繁干呕，去医院检查才发现自己怀孕了。
这一幕还被小松看到了。川爸从小松那里得知消息后，立刻约见小沙，说这孩子会毁掉阿川的家庭，劝他放弃。见小沙犹豫，川爸强硬地说第二天带他去医院。这一刻，小沙彻底迷茫了。第二天，川爸随口跟小松说起打算，惊得小松瞪大了眼睛。他没想到对方这么狠，他急忙把消息和川爸背后做的事偷偷告诉了阿川。知道内情后，阿川终于明白小沙为啥离开，赶紧冲到小沙家，正好撞见川爸和小沙纠缠不清。他啥都没说，直接把小沙护在身后，坚定地说要保护他和孩子，不顾川爸阻拦，他把小沙送回家安顿好。阿川温柔的安慰还惊魂未定的小沙，深情地说，哪怕要和家人断绝关系，我也想和你在一起。这一刻，阿川真诚的表白让小沙心里有了答案。他也想和眼前的男人共度一生，但又不想让他和家人决裂。为了打消小沙的顾虑，阿川向爸妈表明了要和他在一起的决心。他这份痴情打动了妈妈。川爸因为自己出轨愧对川妈，在川妈的压力下，无奈同意了这段恋情。经历种种波折后，阿川和小沙终于成了夫妻，明白真正的幸福靠的是彼此毫无保留的坦诚。他们相信，只要愿意毫无保留的表达心意，再多坎坷也能一起迈过去。